上元节的活动及由来。上元节又称元宵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主要在农历正月15日庆祝。这一天也被称为灯节，因为节日期间会举行盛大的灯会。上元节的由来及活动丰富多彩，反映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民间习俗。上元节的由来，早期的起源。上元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根据历史记载，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56年到公元前87年，在正月15日夜间，人们会点燃火炬来驱逐邪灵，祈求平安。这一习俗后来演变为点灯和关灯的活动，成为上元节的前身。佛教的影响。上元节的发展与佛教传入中国有关。东汉明帝公元58年复75年时期，为了弘扬佛教，他命人在正月15日于宫廷和寺庙内点灯，表示对佛祖的尊敬。这一习俗逐渐普及，成为民间广泛流行的灯节。道教的影响。道教对上元节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根据道教传说，正月15日是天官大帝赐福的日子，人们在这一天会举行各种祈福活动，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些活动逐渐与灯节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上元节。上元节的活动，灯会与赏灯。灯会是上元节最具代表性的活动之一。灯会期间，各地会举行盛大的灯展，人们制作各式各样的花灯，悬挂在街头巷尾、庙宇宫观。灯的造型多样，有传统的宫灯、动物灯、人物灯、故事灯等。夜晚，人们漫步街头，观赏花灯，灯火通明，气氛热闹非凡。灯谜与猜谜。灯谜是上元节的一大特色活动。灯谜通常写在纸条上，挂在花灯上，供人们猜谜。灯谜内容多样，有文字谜、成语谜、字谜、图谜等。猜谜不仅增加了节日的趣味性，还考验人们的智慧和知识，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活动。舞龙舞狮。舞龙舞狮是上元节的重要表演活动。舞龙舞狮队伍会在街头表演，龙舞象征住驱邪避凶，祈求吉祥如意；狮舞则以其威猛的姿态驱赶邪恶，保护百姓平安。这些表演精彩纷呈，吸引大量观众围观，成为节日的一大亮点。吃元宵。元宵又称汤圆，是上元节的传统食品。元宵是一种糯米粉制成的圆形甜点，内馅多样，有豆沙、芝麻、花生、桂花等。元宵象征团圆、美满。吃元宵成为上元节不可或缺的习俗之一。人们通过这一习俗表达对家人团聚和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祈福与祭祀。在上元节期间，人们会进行各种祈福和祭祀活动。祭祀天官大帝是道教的重要仪式，信徒们会前往道观，参加祈福法会，烧香拜拜，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些活动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龙灯游行。在一些地区，上元节还有龙灯游行的传统。人们制作巨大的龙灯，并在晚上点亮，游行于街道上。龙灯由数十人抬着或举住，在鼓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象征住祈福纳祥，吸引大量观众观看。放天灯是一项源于中国的传统习俗，也被称为孔明灯或祈福灯。这种习俗主要在元宵节、中秋节等重要节日时进行。人们会将纸质的天灯点燃后放飞，
以祈求平安、幸福和美好的未来。放天灯的由来及传说众多，以下是几个主要的版本。放天灯，军事用途的起源。放天灯的起源之一与军事用途有关。相传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诸葛亮、孔明曾在战争中使用天灯来传递军事信息。当时他被敌军包围，无法脱身，于是他制作了一种纸质的灯笼，利用热空气原理让灯笼升空，将求救信息传递出去，最终获得援军的解救。后来，这种灯笼被称为孔明灯，并逐渐演变为一种祈福活动。民间祈福的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孔明灯逐渐从军事用途转变为民间祈福的象征。在中国民间，人们相信放天灯可以将自己的愿望传达给天神，祈求幸福和平安。因此，在重要节日或庆典时，人们会制作天灯，写上自己的心愿，点燃后放飞，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放天灯的传说，在中国南方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个小村庄经常受到盗贼的侵扰，村民们为了保护家园，每当夜晚来临，便会点燃天灯，悬挂在村口，借此驱赶盗贼。同时，他们也会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祈求平安和幸福。久而久之，放天灯的习俗便在当地流传开来，成为一种祈福仪式。在一些地方，放天灯还与爱情故事有关。相传有一对相爱的年轻情侣，由于家庭反对，无法在一起，他们约定在每年元宵节的夜晚，分别放飞一盏天灯，以此表达对彼此的思念和爱意。这个动人的故事逐渐在民间传开，放天灯也因此成为表达爱情和祝福的重要象征。放天灯的活动通常从制作天灯开始。天灯通常由竹藤、纸和蜡烛等材料制成，竹藤用来制作灯架，纸则用来包裹灯架形成灯体，蜡烛或其他燃料放置在灯体底部，点燃后产生热空气，使天灯升空。现代的天灯制作工艺更加多样，甚至有一些环保材质的天灯被研发出来，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在点燃天灯之前，人们会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和祝福。这些心愿可能是关于家庭幸福、事业成功、健康平安等各个方面。写下心愿后，人们会双手合十，默默祈祷，期望天灯能将自己的愿望带到天上，实现美好的梦想。点燃天灯是整个活动的高潮部分。当天灯点燃后，随着蜡烛燃烧产生热空气，天灯会慢慢膨胀，最终升空。在夜空中，无数盏天灯升起，像点点星光，形成壮观的景象。这一刻，人们的心愿随着天灯飞向天空，充满了希望和祝福。放天灯的文化意义。放天灯的主要文化意义在于祈福纳祥，人们通过放天灯表达对幸福和平安的期望，希望天灯能将自己的心愿带给天神，实现美好的愿望。这一习俗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放天灯也是家庭团圆和社会和谐的象征。在放天灯的活动中，家人和朋友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制作天灯，写心愿，点燃放飞。这些活动增进了人们之间的感情，促进了家庭和社会的和谐。放天灯作为一种传统习俗，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放天灯的活动，
人们得以了解和传承祖先的智慧和信仰，保持文化的连续性和延续性。现代社会中，放天灯的习俗在各地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展示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形式。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放天灯的活动也面临一些挑战。传统天灯在燃烧后会产生垃圾，对环境造成影响。为了保护环境，现代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改进措施，如使用可降解材料制作天灯，或者在放天灯的活动后进行清理工作，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放天灯是一项充满诗意和希望的传统习俗，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未来的祈愿。无论是在历史传说中，还是在现代社会中，放天灯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人们心中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通过放天灯的活动，我们不仅能够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还能够增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为美好未来祈福。盐水风炮是台湾特有的传统民俗活动，以其震撼人心的烟火表演和独特的民间传说而闻名。每年元宵节期间，台南盐水地区会举办盛大的风炮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和信徒参与。以下是盐水风炮的由来及相关传说的详细介绍。盐水风炮。盐水风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1736年到1795年。当时，台南地区经常受到瘟疫的侵袭，居民为了驱除瘟疫，祈求平安，便开始燃放炮竹、烟火，进行驱邪祈福的仪式。这种驱邪的活动逐渐演变为今日的风炮习俗。盐水风炮的发展与当地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据说，当地居民相信风炮的爆炸声可以驱邪避灾，祈求神明保佑。因此，每年元宵节期间，当地庙宇会举行盛大的风炮活动，以祈求神明赐福，保护村庄平安。这种活动逐渐成为盐水地区的重要民俗节庆。盐水风炮的传说。在盐水地区流传着一个有关风炮的传说。相传清朝时期，盐水有一对郭姓兄弟，分别为郭怀英和郭怀芳。他们在当地经营商业，经常遭到匪盗的骚扰。为了保护家园，郭氏兄弟在每年元宵节时燃放大量炮竹，并组织村民进行防卫。后来，他们在当地建造了一座庙宇，供奉关圣帝君，以祈求平安。这一传说反映了盐水风炮与当地居民自卫、祈福的紧密联系。另一个有关风炮的传说则与瘟疫有关。据说，清朝时期，盐水地区曾爆发严重的瘟疫，居民饱受病痛折磨。当时，有一位高僧建议居民在元宵节期间燃放风炮，利用炮竹的爆炸声和烟雾驱赶瘟神。居民按照高僧的建议行事，果然瘟疫消退，村庄重现平安。此后，每年元宵节，居民都会举行风炮活动，以驱邪避灾。盐水风炮的活动。风炮的制作是一项技艺精湛的工作。风炮通常由竹子、纸和火药等材料制成。工匠们先将竹子劈开，制作成蜂巢状的炮架，然后在炮架上装填火药，最后用纸包裹固定。这些风炮装置在燃放时会发出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形成壮观的烟火效果。风炮阵是盐水风炮活动的核心。在元宵节当晚，各家各户会将制作好的风炮阵摆放在街道上，然后点燃。随着火药的燃烧，风炮阵会发出剧烈的爆炸声和耀眼的火光，烟火四射，
震撼人心。这种壮观的场面吸引了大量游客和信徒参与，共同体验这一独特的民俗活动。在盐水风炮活动中，迎神赛会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当地庙宇会组织盛大的迎神仪式，信徒们抬着神轿沿街巡游，接受风炮的洗礼。这一仪式象征住神明降临，保佑村庄平安。信徒们相信，接受风炮的洗礼可以驱除病魔，带来幸福和健康。盐水风炮的文化意义。盐水风炮的主要文化意义在于驱邪避灾。通过燃放风炮，居民们相信可以驱赶邪恶，祈求平安。这一习俗反映了当地居民对自然灾害和病疫的恐惧，以及对神明保佑的渴望。盐水风炮活动需要全村上下的共同参与和合作，从制作风炮到布置风炮阵，再到迎神赛会，整个过程需要村民们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这一活动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合作和交流。盐水风炮作为一种传统民俗活动，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风炮活动，当地居民得以传承和弘扬祖先的智慧和信仰，保持文化的连续性和延续性。在现代社会中，盐水风炮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媒体的关注，成为展示和弘扬台湾文化的重要平台。随着环保意识和安全意识的提升，盐水风炮活动也面临一些挑战。传统风炮在燃放后会产生大量烟雾和垃圾，对环境造成影响。此外，风炮的爆炸声和火光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为了保护环境和确保安全，现代社会中，盐水风炮活动在材料选择和燃放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改进，如使用环保材料、设置安全区域等。盐水风炮作为台湾特有的传统民俗活动，以其震撼人心的烟火表演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当地重要的节庆活动。通过对盐水风炮的参与和了解，我们不仅能够体验独特的民俗风情，还能够感受到当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代，盐水风炮都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人们心中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炸邯郸。炸邯郸爷是台湾东部台东县及其他地区庆祝元宵节的传统习俗之一，尤其在台东市区的庆祝活动中尤为盛行。这个活动以其独特的仪式和热闹的气氛吸引了众多观光客和当地居民参与。以下是关于炸邯郸爷的由来及相关传说的详细介绍。炸邯郸爷的由来。炸邯郸爷的起源与当地的民间信仰和风俗习惯密切相关。邯郸爷是一位传说中的神灵，他被视为财神和武神的化身。这一习俗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和意涵。邯郸爷被认为是武财神的化身，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关公、关羽或赵公明。根据传说，邯郸爷在生前是一位勇猛的将军，因其刚烈不屈的性格和护卫财富的能力，被后人尊奉为武财神。每年元宵节期间，人们举行炸邯郸爷的仪式，祈求财运亨通和家宅平安。炸邯郸爷的活动还具有驱邪避灾的意涵。传说邯郸爷勇猛无畏，能够驱除邪恶势力，保护人民的安全。在元宵节这个象征团圆和光明的节日里，人们通过燃放鞭炮、火炮来炸邯郸爷，以此驱除一切不祥，迎接新年的幸福和安康。炸邯郸爷的传说。关于邯郸爷的传说有许多版本，其中一个流行的故事是这样的：相传很久以前，
有一位名叫邯郸的勇士，他力大无穷，性格刚烈。邯郸在战争中屡建奇功，但也因其刚烈的性格而常常得罪权贵。后来，邯郸在一次战役中身受重伤，不治身亡。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位勇士，将他的形象塑造成神像，并在每年元宵节进行祭拜和炸邯郸爷的仪式。另一个流行的传说认为邯郸爷是赵公明的化身。赵公明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财神之一，掌管财富和福祉。传说赵公明在一次战争中被敌军炸死，死后化为神灵，继续守护人民的财富和安全。每年元宵节，人们通过炸邯郸爷的仪式来纪念这位财神，祈求来年的丰收和财运。炸邯郸爷的活动。炸邯郸爷的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是装扮邯郸爷。当地选出一名身强体壮的男子，赤裸上身，仅穿红色短裤，并戴上邯郸爷的面具或头盔，手持盾牌，象征邯郸爷的勇猛形象。这名男子将成为当天的邯郸爷，接受鞭炮和火炮的洗礼。炸邯郸爷的仪式通常在庙宇前或主要街道上进行。装扮成邯郸爷的男子坐在一辆特制的轿子上，轿子由4名壮汉抬着，沿街游行。沿途，信徒和观众会燃放鞭炮和火炮，向邯郸爷投掷。邯郸爷则勇敢地接受这些爆竹的洗礼，象征驱邪避灾，祈求平安。炸邯郸爷的活动不仅包括炸邯郸爷的仪式，还包括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如舞龙舞狮、花灯展览、庙会祭典等。这些活动丰富多彩，吸引了大量游客和信徒参与，共同体验这一独特的民俗节庆。炸邯郸爷的文化意义。炸邯郸爷的主要文化意义在于驱邪避灾。通过燃放鞭炮和火炮，居民们相信可以驱赶邪恶势力，祈求来年的平安和幸福。这一习俗反映了当地居民对自然灾害和病疫的恐惧，以及对神灵保佑的渴望。炸邯郸爷活动需要全村上下的共同参与和合作，从选择邯郸爷的人选到制作鞭炮，再到组织游行和庆祝活动，整个过程需要村民们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这一活动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合作和交流。炸邯郸爷作为一种传统民俗活动，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炸邯郸爷的活动，当地居民得以传承和弘扬祖先的智慧和信仰，保持文化的连续性和延续性。在现代社会中，炸邯郸爷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媒体的关注，成为展示和弘扬台湾文化的重要平台。随着环保意识和安全意识的提升，炸邯郸爷活动也面临一些挑战。传统鞭炮和火炮在燃放后会产生大量烟雾和垃圾，对环境造成影响。此外，鞭炮和火炮的爆炸声和火光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为了保护环境和确保安全，现代社会中，炸邯郸爷活动在材料选择和燃放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改进，如使用环保材料、设置安全区域等。炸邯郸爷作为台湾特有的传统民俗活动，以其独特的仪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当地重要的节庆活动。通过对炸邯郸爷的参与和了解，我们不仅能够体验独特的民俗风情，还能够感受到当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代，炸邯郸爷都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人们心中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上元节的文化意义。简历文化的传承。
上元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它不仅是中国人祈福迎新的重要日子，也是家庭团聚、社会交往的重要时刻。通过各种活动，上元节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认同感，社会和谐的象征。上元节强调家庭团圆和社会和谐，在节日期间，亲友相聚，共享美食，观赏花灯，这些活动有助于增进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上元节的庆祝活动既有宗教信仰的内涵，又充满了民间习俗的色彩，成为人们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时刻。上元节的灯会和灯谜等活动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现代社会中，许多地方在上元节期间举办创意灯展，结合现代科技和传统技艺，制作出形形色色的花灯，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融入了现代元素，丰富了节日的文化内涵。随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上元节的庆祝活动也逐渐走向世界。许多海外华人社区在正月15会举行上元节庆祝活动，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增进中外文化交流。上元节的灯会、舞龙舞狮等活动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在现代社会，上元节的庆祝形式有所变化，一些传统的灯会和庙会逐渐被城市灯光秀和现代文化节所替代，但节日的核心精神依然保留，人们依然重视家庭团聚、祈福迎新，并通过各种现代媒介和活动形式，继续传承和发扬上元节的文化精髓。上元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多彩的民间活动。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祈福迎新的重要日子，也是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代，上元节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人们心中难以忘怀的节日。通过对上元节的庆祝，我们不仅能够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还能够增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为美好生活祈福。